要活在自己喜欢的状态里，不管当女儿还是妈妈，当全家买手还得靠唯品会。上唯品会搜“女儿妈妈618年终特卖节”，大牌更超值。这里是唯品会冠名播出的《是女儿是妈妈2》618年终特卖节，年终低价不止3折。是女儿是妈妈2的指定鲜奶品牌鲜博士，牛在身边，奶才新鲜，鲜奶就喝鲜博士。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营业、会员彩蛋、加更版等精彩衍生。在这个节目之前，就是可能会一直问我啊，你跟你妈妈有什么样的回忆啊？其实真的没有，就很模糊。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可以创造一些属于我跟妈妈的一些美好的回忆，镜头会记录下来，到很久的以后，就我们还是能够有这段珍贵的印象。在。妈妈。小时候的遗憾吗？我想出去玩。现在不管是应对，小的时候不管是应说些什么，说点什么呢？跟他讲没关系，我会抱抱他。从学了乒乓球开始以后，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像按了加速键。回到小时候，看到这照片的时候，感觉这种快乐是我想活得再轻盈一些，然后也许会从那个年纪的你自己能看见现在的我。很漂亮。起来了，你是找那个要穿的衣服是吧？那个，要用洗衫呀。伊昨天买回来还有件用洗衫。昨天是没眼用洗衫。没用洗衫啊？不是，侬还有一件用洗衫吗？就是搿件。哦。你今天我今天还好，咋啦？咋了？我在那里讲，我讲你昨天你气是吧？你想暴露吗？我 OK 的呀，有啥不能说的？行，我也是，昨天真是要命，咋？跟着感觉走吧，跟着感觉走啊，走吧，去客厅。
睡得好吗？啊，睡得好。妈妈呢？妈妈在骑单车，马骑单车上回来了，我去叫她。骑单车在门口骑车。妈妈，啊？妈妈，哎，哎，那谁在爱我？妈妈，啊？妈妈，哎，别的妈妈。你戴个墨镜是啥意思啊？挺好，显年轻，找个小辫儿。都来了，来跟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任务卡。亲爱的女儿妈妈，时光是一台温柔的留声机，正因为过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才常常在记忆里闪光的令人怀念。今天我们将进行一次复刻回忆的特殊旅程。唯品会为大家准备好了服装，请私家女儿妈妈前往房间做童年装扮。装扮完毕后，齐聚草坪，闪亮登场。兔兔在草坪等你们呢。看来大家都知道唯品会买衣服能省很多呢，好牌子好多，打3折。哇！走吧，去做童年装扮。好复古啊！但你这个头发正好是2个揪儿。对，哎，出门喽！出门喽！哇！你们都好拼啊！我们红衣服。总上学了，春游了。我没认出来，一下子。他也穿的特生动。你好拼啊，李佳哥！小兔子 ，Hello， 好可爱哦。哇，帅玉姐，我这个头发，你这个特别像，这一整那头像嘞。我们这样，我们每个妈妈跟女儿就是拿拍立得留下一张照片吧。我觉得我妈比较像，挺好看的我，还是太大了。对，她也很像。嘉哥这个真的像，哎，她这个好像啊。我说唯品会还挺厉害，真能找着这些衣服。不像，现在太大了。挺难得了，因为她这个年龄跨度太大了。还行哎，我的还可以，挺像的。感觉完全还原了一样。来，我给你们拍张照。来，3、2、1，好，看。好，哎呀，这个衣服真的好还原，穿上以后感觉回到了过去。以后我上唯品会经常给你买这样的衣服。好，那咱们一起拍个照片。来，我们也拍一个。你给我俩拍一个。好，今天都亏你啦。哎，小兔兔。好。我们下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哦，就是回到小时候，各自母女去到各自的站点，回到你们记忆中最想回到的小时候。这个是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给我记录的童年记录吧，儿童时的记录。80年代的时候，很流行的做法。出生时呼声响亮，皮肤红润，很健康。满月、双满月，双满月就是2个月，2个月当中他就长了2斤多。用尿布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比现在的纸尿裤要好。他从小就感受到湿不舒服，会给你暗示，让你马上给他换尿布。我们用温度计来测量温度，什么样的温度使他能够习惯于洗澡。黄圣依小时候是非常科学喂养的。 6个月会坐，在9个月时长出第1颗牙，生活习惯很好，每4个小时喝母乳。这张是他2周岁的时候，每天在
玻璃窗上画画，做算术啊，就讲1、2、3，而且是双语的1、2、3、4。这里的记录到5周岁，他已经上了托儿所了，在少年宫、舞蹈组、美术组、科技馆度过，所以童年是非常幸福的。这张照片已经是他初中毕业了，第一次走出上海去旅行，没有去过旅行，素质教育就代替了他的玩，很多的笔会就带他去，就认识了很多作家呀、电视台的导演呀。让一个孩子认识社会的能力，也是要从小培养。我的这个案例在上海国际妇婴保健院，当时是得到非常好的嘉奖。这个经验呢，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如果你们有人想要生孩子的话呢，我可以从接生到小孩生出来断脐带的整个过程，我都能够告诉你。因为我是全职妈妈嘛，但是我又要读大学，所以我就拼命的自学。我一面读书一面学习，我觉得我精神上非常充实。比方讲，他睡觉的时候，我就是读书的时候。我每天可能最少有4、5个小时读书。哎呀，我妈妈是一个非常有上进心的人，就她一直有非常高的要求和标准。这种要求，她不光是对自己，对我也是。这是我小时候，这个，哇，这个照片好珍贵啊，都是我妈那个时候还婴儿肥。我觉得我的童年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就是现在大家可能想象的那些素质教育所要求的，我的童年都体验过一遍了。去学什么我都会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的，就好像他在画画，就是一笔一画都设计好，我就是那个很精美的图案，但是它的结构啊、颜色啊都已经被规划好的，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画作。我觉得我很听话。这是关于我的第一篇报道，那个时候17岁，妈妈不希望女儿进入演艺圈，他们想把她培养成一个工商管理人才。我觉得我很听话。我们是想往这个方向培养呀，他不肯呀。考取一个大学呀，就觉得蛮好了。我希望他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没有什么采访，就平平稳稳的生活。但是呢，他马上就参加了拍摄工作。不知道吧？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可能都会按照他自己该走的路去走，不就是父母可能只是陪伴的某一个阶段，就他也不能够去掌握或者主宰一个孩子的命运。所以我现在也是这样对待我的小孩的。但是人生的路谁知道呢？也没有想到25年以后我还会再去读一个工商管理的 MBA， 所以命运的车轮它一直都会转，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转到那个曾经的那个卡位上。天哪，你知道这张纸我当年都没有收到表演系专业的本科，今天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这从哪里来的？那可能是后面补收到的了。因为那本成长记录是在那个时候就结束了，后面的是我自己的人生了。就18岁以后就去北京了，那个时候就完全脱离了父母的管控吧，自己放飞了，就感觉快乐值就提升了。以前过往邓老师给我的一切我都是全盘接受的，我没有什么太多抗拒，或者他可能性格也不会让我有这种抗拒的机会。你可能你不接受的话，你只能选择离开。
唯品会欢迎你来到你的时光站点。你的小时候是阳光灿烂的时刻更多，还是阴云密布的时刻更多？请你根据你的感受，将每个年龄对应的快乐值进行标注，绘制你的儿时快乐值曲线。绘制完毕后，请给妈妈打去一通电话，以“妈妈，我是多少岁的黄圣依啊”作为开头，和妈妈讲述自己这一年发生的故事。哦，好的。5岁前，爸爸妈妈就是挺关心我，还给我记宝宝日记，那个时候很开心。到了6岁那个时候，我父母出国了，然后爸爸那个时候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然后后来我妈妈也去了，然后那段时间我就是跟着我的外婆，这个时候降到大概70吧。因为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父母，我有一点点感觉到被抛下，因为我记得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去美国的飞机，我都没有去送他们。自己的事业追求成功了，我才能够有机会帮助他。我们因为要出国，就没有人像父母在上海的时候一样陪他去少年宫啊，他就主动的就退出。我认为他已经有不开心的地方了。接下来是到我差不多11岁吧，那个时候发现好像如果我跟我妈妈就是有一些问题啊、争吵啊，因为我妈妈挺强势的，然后爸爸好像总是跟我妈妈站在一边，然后就那个时候觉得好像自己还挺孤立无援的。在他15、16岁的时候，因为他得奖进了艺术班，他的快乐值又上去了。最开心的是童年的生活，比方讲他轻而易举的得奖，学校很好，是全上海最好的学校，参加全上海优秀学生的夏令营。18岁以后，他成功考取电影学院，他就自己很高兴了呀。所以你觉得他是0到18岁其实是比较开心的，对吧？比较开心的时间多。喂，喂，喂，妈妈，哎我是11岁的邓邓。你是11岁的邓邓啊？对，那你的快乐值是95分。我现在要跟你说一个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的一件事情。好的，你说。今天呢，我在学校的时候，因为一件事情，你批评了我。是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但是这件事儿呢，其实是老师误会了我，没有问我为什么这件事儿前因后果，是一个误会。然后我当时呢就心里非常的难过。你还记得那件事儿吗？是学校的老师呢，还是校长呢？就是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是别人误会我的一件事，是老师误会我，但是他批评了我，叫你们去了。你没有问我当时的情绪，我是不是很委屈？但是你就站在老师这一边批评了我，然后也让我道歉，非常伤害我。道歉向谁道歉？向你道歉。向我道歉。对，然后我就跑掉了，一路上我是哭着走的，然后那天还下雨了。我觉得老师批评你，按照我的要求，即使你有委屈，也是可能的。我把你的目标定在你们学校的前10名，功课最好的几个男生之间，我觉得你可以超越他们。是，这是功课是没有问题的，我一直都是在努力的按照你们的要求在往那个方向去做。但是我觉得我怎么样解释，怎么委屈，你们都没有听，因为你们根本就不关心，而只是关心于老师说的一定是正确的。那么爸爸妈妈最亲的人，他们都不能理解你，我一直，那其他的人他更不可能理解你。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习惯性自己跟自己和解，自己来跟自己对话。我很长的时间都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妈妈？是
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 AB 的2个黄圣依，然后我跟自己说没事儿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自己会好的。那个时候上初中，现在都是我觉得有影响。你心态非常好嘛。我是交大附中的家长代表，我知道一个优秀的学生应该是如何生活，我也能够接受你不是特别优秀，但是你只要 do your best。 I was think that's right。 你能同意我的观点吗？妈妈，你理解我说的话吗？我不太理解。你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什么事。那个时候我是，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完全记不得有这么一件事。你觉得有童年情节对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阴影是吗？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习惯性自己跟自己和解，自己来跟自己对话。就后来很长的时间，我遇到情绪上的问题，我不会跟你求救啊，不会向你。那我希望你能够跟我求救。情感上的问题应该讲，我一定会站在你的一边。我觉得你好像只关心我的学习怎么样，有没有考到很好的学校，有没有上完补习课。你其实不是特别关心我到底开不开心啊，我是不是委屈啊，然后学校里面的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你也不太在意，我也就说的少了。那你现在能够讲吗？我现在后来我长大了以后，就有2个我，然后一个我就会跟自己说，没关系的，就是什么事情都会解决的，就算别人不理解你也没事儿，我自己会和自己和解的，所以我现在已经好了。我妈妈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所以她一直都不会去示弱，也不会讲2句，哎，其实妈妈不是这个意思啊，或者其实你是不是想一想自己有的时候也是不够好啊，这个事情就会被化解。但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你就会很孤单、很失落、很失望。我已经完全记不得有这么一件事。你的情感的问题我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抚平你心灵上的一些感到困难的事情，因为我只是比较对你进行比较严格的教育啊。我觉得我可以应该跟你道歉的，应该跟你道歉的。Hush now, baby, baby, don't you cry. 因为这说明我的工作没有做到细致的程度，帮助你走出困境，重新回到你的童年时代。那我现在就是希望可以在我不开心或者我觉得很委屈的时候，你可以抱抱我。好的，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好，我也爱你，妈妈，我也爱你，妈妈。应该从中得到反思，我得到了他，对我的信任，能够把他的心里话告诉我，我就觉得很好，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当你进一步的去表达，他接受到了，他给你的反馈，让你也更有信心，在下一次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开口去讲，大家
你走一步，我走一步，越走越近的一个过程。慢慢。我能看到他也在想改变，我能看到他更柔软了，就在情感上给予我一些安慰，然后也愿意去倾听我所说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是还让我挺释怀的。你这里能够会跌到11、12岁的时候，会跌到30分的左右啊。11、12岁的时候，我觉得你在班上你还是很开心的嘛，拿一个那么小的书包。如果我们之间会有代沟的话，我需要消除这个代沟，我能够尽可能的多理解他。我可能对你的要求比我想象的要高一点，对你的期望值要高一点，这一点是应该我得到反思的。就是我自己也在思考，我可能不太善于去讲述一些你的感受的东西。我其实也影响到我自己跟孩子的一个这样的关系，过于在意结果，在意成绩，忽视了一些情绪。对于这种亲密关系的处理，也曾经有过迷茫。就是我觉得这个亲密关系的这一课，以前就没有好好上好，在我的那个年龄段上，我就没有得到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种体验所影响的。可能是因为我妈妈的这个影响吧，我依然会对我儿子觉得他需要不断的去学习新的技能，学得更精，花更多的时间，更对自己有要求的去做这件事儿，这是我会比较在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我们共同来探讨，通过这一次旅行，达到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想法。是的，一个解决的方式，对吗？解决方式。但是妈妈一直都是很爱我的。她的出生带给我们家庭很大的幸福。你刚刚对他说我爱你了，是不是？我经常说。你没有经常说。我经常说我很爱你。他代替了我承担了家庭很大的一部分的责任，所以在这点上我非常感激他，因为他现在40岁了，和我当年独自闯荡美国是一样的。他可以接过你的接力棒。我不对他有那么高的期望，我希望他平平淡淡才是真。我不是跟你写的一封信就讲到平平淡淡才是真，人生道路上会遇到很多险恶，尽自己力尽所能的做事，做一个平凡的人。在这个节目之前，就是可能会一直问我啊，你跟你妈妈有什么样的回忆啊？其实真的很没有，就很模糊，就感觉中间有很多隔阂，希望能够打破这些隔阂，是那种可以倾诉的对象。就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聊起来的一些事情，家里啊，就关于爸爸啊这些事情都不太会聊，当成一个结，就是让它沉下去。心结啊，一个话题吧，就是关于爸爸吧，很少跟孩子提及。哦，这里，这个好有意思哦。
哇哦，还有一个那个稻草人，进去看看。哇哦！哇，这上面有写哎。嘿嘿嘿，吹泡泡。基本上都是周末，我们都会带孩子去公园玩一玩。哈哈哈哈哈！总是出去玩挺开心的。然后你看后面都是一些那个上课啊、考学、考试的照片，是去比桃李贝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个时候被星探发现的。现在翻相册可以翻到一些很小的时候一家人一起出去玩的一些照片，但可能到小学之后就很少有这样子的回忆和照片。爸爸都不会参与，就从小只有妈妈陪伴。就像我的这些什么公开课啊或者什么，我爸是没有去看过的。就包括我长大之后其实没有合照的。我觉得妈妈是邀请过他的，但他一般都不太会去。是女儿是妈妈。欢迎来到尘嚣的时空站点。欢迎来到你的时光站点。你的小时候是阳光灿烂的时刻更多，还是闷闷不乐的时候更多？请根据你的感受，将每个年龄对应的快乐值进行标注，绘制你的儿时快乐曲线值。绘制完毕后，请给妈妈打去一通时空电话，以妈妈我是岁的程潇作为开头，和妈妈讲述自己这一年发生的故事。曲线图，我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算。这种0到5岁，我觉得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的吧，没有太主观的意识，所以我应该可能还是觉得比较快乐的。在6岁之前吧，这个，然后到7岁再往前走一点，到14岁，他可能觉得只有40%了。18岁出道高一丢丢，这样子。哇，这样子的股票一定不能买哦。好了。可能到了6岁有妹妹出生之后，他可能心里的那个落差会比较特别明显，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比较关注他，所以我大概是给了一个60分的分值，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就外公外婆会带我们带的比较多一点，爸爸妈妈就是比较忙，反正也父母的沟通比较少。就小时候非常非常内向，不太讲话。那个时候不懂什么叫疏散自己的情绪，那个阶段没有太多的引导过我该怎么样。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到现在记得也挺深刻的，就是比如说老师让我上台去掰筷子，就1根筷子掰得断，然后1把筷就掰不断，告诉我们要团结，然后我就没有掰断，然后我就哭了。就我觉得很奇怪，我现在非常不理解当时一些心境，高敏型人群，然后就觉得啊，为什么自己掰不好呢？为什么自己掰不断呢？很内耗。所以我觉得可能小学越来越不快乐，可能也跟一些家庭环境有关系吧。然后到4、5、6年级就懂事了，开始。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还挺关键的，会观察一些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知道，可能他们会有他们自己婚姻的矛盾和婚姻的危机。当时家里的氛围就是很少有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我从小应该跟我爸都不聊天，什么都不聊，连不联系都行。然后我妈妈就是忙我跟我妹妹，我其实没有特别多交流吧，然后就有点各过各的。初中、高中了之后吧，爸爸还有跟我们其实不太住在一起了。就当时分开的时候，就不是特别友好的分开。我妈带着我妹去海外找我，她很平静地说：“啊，我跟你爸爸分开了。”然后我就会说：“啊，挺好的呀。”我说：“因为可能在我们心里，我就是已经没有在一起了，就确实也分居了很多年吧。”我们这个家庭是那种不太会表达爱的一种家庭吧，就我父亲的家庭也是这样，因为我爸爸以前可能生活条件不那么好，我会觉得可能是他小时候过得非常的苦，所以他可能觉得他一直工作，然后确实也给了我们很好的生活条件，可能那个就是他最想带给我们的事情。就我觉得我对他站他早就上想的想法，也是为了能够让我自洽，而我自己，就我为了让我自己能够接受现在这样的状况而去，有的一个想法。所以你会想到跟这里？就其实不太讲，是因为就是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他们要离婚吧，就肯定是感情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会怕谈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有伤害，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我们家庭避而不谈的问题，这是一个禁忌话题，有点像，就加引号的吧。来这个地方就是可能会把一些以前不说的一个心结说开，以后大家沟通的时候就不会想着这些。哦，这个我不能说，这个我不能提，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些禁忌。我想问他，如果那时候就是分开，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喂，在？在。喂，妈妈。妈妈，我是那个10岁的程潇。10岁的程潇。对。你穿越了吗？我穿越了。我也想穿越回去。你想穿越回几岁的时候？就是回到你这个同频。OK。怎么想回到10岁嘞？作为10岁的我可能会有个问题想要问你。好呀。就是如果比如说在我10岁的时候，你跟爸爸分开，你觉得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可能吧，我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有想过耶。是给你的感觉是这样子吗？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跟妹妹其实很小就知道了这些情况了，但是，就是可能你却没有这样去做。是的。所以就是想问一下你，就是这个是你觉得最好的选择，还是说当时选择分开会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呢？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的，确实我们没有聊过这个话题，也确实是在你10岁的时候，就是跟你爸爸就是第一次那个矛盾发生。我记得当时的时候在房间里，然后跟你爸爸吵架，然后我想着你们还在外面，当时房间门是关起来的。然后我拉开房间门的时候，你跟妹妹就是贴着门，然后在听我跟爸爸吵架。然后你看我拉门出来，你就带着妹妹，你
就说妈妈，我想睡觉了，我要先洗澡，你就去洗澡，我就去让妹妹睡觉了。但是我在洗手间门口，我听见你在洗手间洗澡的时候你在哭，这个我记得特别深。我觉得原生家庭可能是导致我们现在这种性格形成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吧。小的时候内向也好，或者是不爱表达也好，可能都跟你有关系吧。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不太有责任心的人。也是小学的时候吧，吃饭的时候会看电视嘛，他就是会比较强势，他就要跟我抢遥控器。就小时候最多就是抢电视遥控器，就从来不会说陪孩子去看一些他成长中他感兴趣的事情啊。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对家庭的这种淡漠，他没有太有这种家庭观念，他不会关系我还有我妈妈或者妹妹会不会生活得好，他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他是做一些可能伤害我妈妈的事情。小时候的遗憾，就可能除了一些上课的回忆之外，没有太多一起玩啊，或者是一起这种的回忆就几乎没有，然后也没有很多聊天的这种回忆也没有。我爸爸从来没开过家长会，他不太会夸奖人。我觉得我现在有很多爸爸妈妈的一些缩影在身上，我也不太会赞美人，就我会不知道我爱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我觉得可能更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处理两性关系。其实我并不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生活中也是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我的人生里面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我想问他，如果那时候就是分开，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可能我自己有很多考虑，很多想法，很多顾虑吧，就是可能考虑未来的这个生活的问题吧，所以我当时选择就是自己先忍一忍，然后为自己，但是我自己是有这个想法的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然后能够给到你们最好的安排，所以在那个时候没有选择跟爸爸分开。那你会后悔吗？如果说那个时候没有选择跟爸爸分开，给你和妹妹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那我是后悔的。但是其实我们可能更想的是，给你的伤害是更多的。我觉得我妈妈现在有点可能有点迷失自己的这个样子，不知道她自己可能真正是什么样子了，已经被孩子或者是婚姻磨灭了她最初她本来自己的这个样子。但我同时又希望我妈妈是幸福的和开心的，我希望她是能够放下这个事情，或者是她能够去当时能选择一个更开心的生活，这个是我心里也是希望的。不，我自己来说，我觉得任何伤害我能承受得起。其实我更多想的是你和妹妹两个孩子。如果说你回到10岁，我也能回到10岁，我也会去做出这个选择，一定是要把你和妹妹带进身边。Stay around.
Say something, I'll let you through.谢谢我的宝贝，能够在10岁之前跟我说这个话。我知道，就是其实你当时虽然你很小学生，你也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你说妈妈，现在我们的同学爸爸妈妈离婚的很多，其实我们无所谓的。我当时是抱了你的，我觉得你能跟我说这句话，就是知道你心里其实什么都明白了。就是我希望我的宝贝儿也把这个结解开，不用担心妈妈，妈妈更多的担心是你和妹妹，就是这个事情带给你和妹妹的伤害。没有，我们都很爱你的。我知道你们都很爱我，妈妈没有经营好你们的原生家庭，而且这个原生家庭带给孩子心理的创伤，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以愈合的。所以妈妈跟女儿妹妹特别抱歉，对不起。就是现在我们长大了，都能理解和都能够懂的。没有，我们都挺好的。没有，我们都挺好的。就是还是希望你能够把你的快乐放在第一位，因为我觉得我们怎么样都可以，就是那是我们的人生，就你的人生不需要围着我们转，就你还是能有你的人生。我是觉得我怕你会后悔吧，后悔你做的这一切，最后可能反而我觉得可能你没有很快乐。没有跟他说过，我觉得我很受伤，或者我觉得我很什么，很多话题或者很多事情就过去了，它就过去了。我很幸运的是，我有一个很好的妈妈。谢谢妈妈。谢谢我的宝贝儿，妈妈现在特别幸福。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还能有这么好、这么幸福美好的日子。谢谢。好的，26岁的陈潇回来抱抱你。好的。拜拜。拜拜。Try your best to keep composure. Don't give up all of your smiles. Play it cool. Do a favor just for you. 哇！嗨，26岁的宝来了。哎呀，抱，怎么办？妈妈是想说，你跟妹妹觉得
我是为了你们，然后才没有选择在那个时间分开，不要有任何的愧疚，因为妈妈是成年人，考虑的方面会更多一些。我们那一代人的婚姻观念对家庭的看重，求圆满吧。妈妈可能也是会有一点传统的女性的这种矛盾呀、问题呀，在生活中肯定都是有的。但是当时的时候，你爸爸自己回家找外公外婆道歉了，沟通了，外公外婆也有劝我们，只要没有离婚，这个家就还在。你和妹妹是我的全部，但是这个事情不是因为你们，希望你就是解开这个心结，不要有任何愧疚。其实妈妈很强大的，很坚强的。因为我们也长大了，就有很多事情你可以跟我们分享，或者是跟我们讨论的。知道，所以现在就是什么事情我们又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可以互相说。就是我希望就是过去的我们都过去，朝着更好的。我们现在多幸福呀，是吧？养儿防老，我享受到了。每一段经历都有每一段经历的意义，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反正就是过来了就过来了。我说那早知道的话，那我早几年我就好好锻炼身体，就不生病啦。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多早知道，这个阶段过去了，然后就不要回头看，往前走。好吧。好的，妈妈。谢谢宝宝，抱一下，抱一下我的宝。好大的风啊！对，我好冷。我一直觉得妈妈是一个内心比较脆弱的妈妈，但是今天之后，我觉得她其实还是内心很强大的，就她比我想象中的要坚强。我会尽量跟她多表达一些我的诉求吧，就可能也想让她感觉是被需要的。哇，这来到了幼儿园。对，想没想着我第一次送你去幼儿园的时候，我想给你背包，你怕人家笑话，不用，我能背动。从小好像我就是这种，从小你就是特别独立。对。哇。那么多，感觉这太童趣了。你可以用脚踩一个，我不敢。踩一个行，我不敢。是，我不敢。咋？这个东西咋又不敢？你用脚踩一个，想一下。我不想，你踩吧。特别想弥补他小时候那个童心玩心，他只要是愿意。我害怕。这有啥怕的？你一闭眼，一闭眼。哎，我这不是我小的时候照片吗？对。那时候还不太到5岁的时候就开始乒乓球训练了。遗憾的就是没有从小天天陪伴他。你看这已经是进国家队了，这是进国家队的第1年，这个我还挺有印象的。对。哦，这个应该是我的第1次成人公开赛的冠军，打成年人组，在卡塔尔嘛。对。你看我拿完东京的时候，第1次拿奥运会冠军，你跟我爸笑多开心。第2次更开心，卫冕更开心。那几年我们也没有白付出。东京那年，他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的1枚金牌。第2次更开心，卫冕更开心。那我采访你一下，我从刚出生的时候，就是我刚出生的时候，你看我那个状态，有想到有一天我能拿奥运冠军吗？没有。那我刚出生的时候，那会儿那个感觉没有说打得很不一样，会不会哭的声音比别人大一点？或者你刚下生人的时候，其实是你下生了以后，我是真哭了。我就感觉就是，第一眼看到你，
我啥也没说，直接掉泪了。人家说不能哭，不能哭，月子了不能哭，你这样哭对眼睛不好。但是还是止不住，就好像是说是个女孩又要经历和我一样，一样的痛苦，什么生理期啦，女人这些痛苦啊，家庭这些，慢慢的将来以后你都要去面对。My girl,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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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girl。当时知道你第一次有生理期的时候，哇，我就感觉哎呦，孩子真是长大了。这是真真正正的要经历女人所有的磨难，所有的痛苦，也确实是你的生理期真是特别遭罪，一直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吃止痛药，这一点真是太不容易，太不容易。Body's nobody's but yours. Sharpen your claws, my girl。没有想到今天妈妈跟我说，当看到我出生的时候，听到我妈哭了，我真的完全没想到，永远都是给我展现她的这种什么都可以能帮我去解决的这个样子。这也正是女性的伟大之处。那其实我觉得妈妈也是这么经历过来的，那我一样也可以去面对。要一直写到18岁吗？对。0岁的时候应该是，那时候啥都不知道，吃饱了，喝足了，快乐值应该是最高的，快乐值最高。0岁那什么都不知道，我认为就没有什么快乐，应该是平的吧。一起合掌，因为确实是在那会儿的时候，能感受到家人对我的喜欢，因为我是妈妈这边姥姥家的第一个孩子嘛，然后再慢慢就是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快乐吧，就是我们家庭的这种感觉给我的这种爱，很多，所以一直就是像阶梯型的这种快乐值，然后一直到9岁，我觉得可能在那会儿的时候应该有一个飙升，这种快乐是离开家的快乐吧。从学了乒乓球开始以后，我的妈妈对于我来说是特别严厉、特别严肃，面对她是一件很恐惧的事情。我觉得她太凶了，就是有时候我妈妈跟我凶的时候，我会就嘚瑟，我会想哭，有的时候也会掉眼泪。一旦哭的时候，她就特别凶，忍回去，她就会这样。有一次在训练场上被教练打了。回家以后，我妈问我为什么打你，那是不是你的问题？教练打哪儿了？教练以后打了你哪？回家我一样打你哪？我当时我脑子里当时完全就是一个懵的状态。那个时候你委屈吗？委屈啊，还是会感觉委屈，会感觉那个时候会觉得，我妈为什么永远不站在我这边？包括我妈经常也是，夸一夸她身边朋友的孩子呀，训练的时候夸夸我身边的跟我一起打球的队友啊。我就有一次，我记得我跟我妈说，我说你为什么从来不夸我呀？然后她会跟我讲，你要看到别人的优点，你要去学习。我说那我是你的孩子还是他们是你的孩子？然后她就跟你讲，就是跟你讲道理呗。那说不过就听着呗，要不然再挨打怎么办？吃亏是你付出的多，你会想让他走得更远，那也是为你好。会以自己9岁沉梦的身份想去跟妈妈聊一聊。我认为9岁的时候其实算是一个我跟妈妈之间的转折点吧。想要他给我一个答案吧。
scream. 妈妈，我现在是9岁的陈梦。我记得你跟爸爸开车把我送到省队，送到济南的时候，我记得我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去到了省队以后，我就觉得啊，我终于离开家了，我终于离开你了。我觉得我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不用受你的管控，不用再每天看到你，然后不用说每天面对这么严厉的你。其实我想表达的是，其实在9岁之前的时候，我是特别想离开你的。因为害怕，因为那会儿你太严厉了，你太恐怖了。这就是我对你的感受，妈妈。是吗？是，当时确实是我对你要求比较严格，但是呢，作为一个妈妈来说，你说哪一个小朋友他不喜欢贪玩？我要再松懈的话，你再想贪玩的话，那不就一拍即合了吗？就是跟你讲道理呗，那说不过就听着呗。当你贪玩的时候，我要用各种办法去吓唬你。你在教练眼前你表现得不好了，你来家想和我撒娇的时候，那我就用同样的办法。我说教练是怎么揍了你，我又会用同样的办法，我再揍你一顿。你知道我那是为什么吗？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就想让你牢记在心里面。你不是在这方面犯错误挨揍了吗？下次你在这方面你是永远不会再犯错误的。因为我是当兵出身嘛，所以说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严格刻苦。不是老话说得好吗？没规矩不成方圆。对孩子应该该严厉的时候必须要严厉的。因为那时候就感觉他成绩有点不错，所以说就想要让他走得更远一点，你付出的必须要比别人还要多。我就想教育孩子，你就应该从小开始吃亏是福，多付出你回报的就多。你如果喜欢这个项目，你就要拼尽全力争取最好的成绩。其实有一些的这种感受嘛，其实我自己只能是放在心里面。其实你知不知道，在当时的时候，家里为什么只报喜不报忧？就是在那会儿的时候，我跟你说了这种情况，就是在训练的时候被教练打了。所以当我第一次跟你说完这个事儿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可能只是说想要你的安慰，想跟妈妈去撒个娇，我觉得我很委屈。其实因为确实是在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应该去怎么样跟你去表达。对于那种年龄段的孩子来说，其实他的表达能力有限，而且也不知道应该是如何去向妈妈去索求，或者说如何去把自己的这种一些心里的话去跟妈妈说。我更多的时候是只能是听着，因为我怕我再继续说的话，就引起你这种暴躁的情绪，我怕你又会收拾我。其实我也想过，是不是对他要求太严格了。他9岁之前也说，不知道我是他亲妈的时候，实际上那时候我内心，哎呀，也有点失落。说人家的妈妈都对孩子特别温顺，说就你特别厉害。他说我特别厉害，你不像个亲妈一样。但是那个时候又想，你对他不要求不严格的话，他每一次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教练批评他，他来找你诉苦的话，他会不会也有些逃避？
你说后悔也没办法，但是就感觉是为他好。我特别严格，爸爸是特别心细，他想干什么，爸爸基本上都答应他，都满足他。所以说他和爸爸的关系是，我的感觉是相对的，比我要好。你肯定在你心目当中，你爹在我前面。为啥呢？你咋就对自己这么没自信了？我知道一个严厉的母亲在孩子看来会有距离，会和我不亲，但是没办法，一个家庭里面必须要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实际上我很明白，我们送他去济南以后，我和他爸爸要走的时候，哎呀，他赶快来，妈妈，你们快走吧，你们快走吧，高兴的要命。哎呀，就感觉这孩子，我说你看人家的孩子都抱着爸爸妈妈哭，我说你看咱这个，我真不像是亲生的。这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体会到了，他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们可能管教他比较严格。还有一次就好像是他回家过年的时候，奶奶问梦梦，你那么小离开了家，你想不想家？你知道你是怎么回答的吗？不记得了。奶奶，实话告诉你，我从走的那天起，我就没想过家。实际上我们听到，我们也很心酸，但是没办法，因为孩子要想成才，就不可能把你留在家里面。所以说我那时候对你要求是确实特别严格。Little one, where'd you go? One so small, look at the way you've grown. 我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不知道怎么教育才是最好的，我只能用我能接触到的方式严厉的教育他。他进了省里面以后，我就是每个星期我要从青岛去济南，为了弥补之前对他狠也好严也好的过失。每到星期五我去了以后，做洗过的衣服我都帮他再重新清洗一遍。那时候都没有洗衣机，都用手搓衣服，又怕你洗不干净不卫生。记得最深刻的一次就是说，我那年腰疼，完了以后上卧铺我上不去，我上了好几上都没上去。下铺一个阿姨看到了，我说我腰疼，她说那好，我和你换了换吧。完了以后星期天的晚上我再坐火车回青岛，早晨起来直接去单位上班。真是那几年真是风雨无阻，没有一次落下，在孩子身上付出就感觉无怨无悔。如果时间再回去的话，妈妈一定再不会像原先那样，再不会像原先那样。那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拥抱，宝贝儿，妈妈爱你，妈妈爱你。相信妈妈，宝贝。你说以前的时候，如果说在那个年纪的时候，我要会现在这样的表达，会不会少还很多大？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是说，家长老感觉有个，你就是家长，你就是孩子，所以说，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可能也有问题。我来说啊，也别的家长可能没有。其实我觉得，从这2天来看，尤其是从今天来看，我觉得要比第1天的状态就要好一些。就我今天能明显感受到妈妈就是软了一些，所以给我的这种感受就是，你看还是妈妈在做改变，就是会让我感觉母爱真的是伟大的。No one loves you like a mother. No one loves you like a mother can.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从小到大吧，其实我觉得家庭给予我的爱
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满的这种爱。直到今天，我觉得其实我是一个快乐的小女孩，所以很多时候我不需要去考虑太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爸爸妈妈其实都可以为我去考虑，而我只需要做我自己。虽然你对我的这种严格吧，我也很怕你，但是你对我的陪伴跟对我的爱从来没有缺席过。虽然说当时他觉得很高兴离开我们，但是他也是知道我们是为他好，为了他的职业生涯去坚持去努力。当我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我内心也是比较感动的。你看我给你画了，为什么2岁这个快乐值要下来一点？你知道为什么？是因为那一年咱们一家带你去游泳，当时你特别小，咱姨夫背着你，这会儿正好一个浪打过来了，这就一翻身的功夫，这孩子啪掉下面去了。我当时那个心情啊，我撒腿就跑啊，你跑也没用，主要是有事儿的话跑过去完了就这个时候呢，那咱姨夫一巴掌提溜起来了，提溜你个腿，你这个时候哇一下就哭了。哇天哪！我从上面下来以后，那个心嘣嘣嘣嘣直嘣嘣。后来你哭的我就把你弄上来，哄带哄，把你哄好了。你看，我给你画这个6、7岁的时候，那天我下去扔垃圾的时候，就是可能邻居来敲门。当我回来的时候，你告诉我，你妈妈刚才有敲门了。我说有敲门了，我说你怎么样了？我说你没给他开门。他说对呀，他说因为我是快跑跑过去以后把被子一蒙在头上。我说家里没人，你觉得你有意思没意思？小时候多单纯。现在想想以前还是有很多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你记不记得我当时9岁进到省队的时候，当时大队员有游戏机，就是为了玩游戏。每一次就是我都说，我说你给我玩一把吧，你给我玩一把，如果我赢了我就继续玩。我说那我输了，我说你让我给你做点什么。对这个游戏当时我记得就是渴望到这种程度，但是到今天为止你们也没给我买过，而是唯一的梦吧，唯一没有实现的梦。现在你说你现在让我给你买游戏机啊？你会给我买吗？可以。完全可以，完全妥协了。所以我说嘛，就是你属于那种意识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并且你也认为有一些事情我可以自己把控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放手，可以说去满足的。一定可以。是的。我觉得在今天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妈妈更多的时候是想去保护我，更多的是在心疼我。我觉得是一次深度的交心吧，会让他更了解我，然后也能让我更了解妈妈。要活在自己喜欢的状态里，不管当女儿还是妈妈。穿上航海系条纹，在家也能起航。下一站，找回主场，街头朋克回归，嘎嘎酷。换上亲子装，出游的心情像可露丽一样，包甜的。当全家买手还得靠唯品会，不合适还能免费上门换。上唯品会搜“女儿妈妈618年终特卖节”大牌，更超值。我妈觉得我变了。我其实一直挺想问问他，我哪变了？如果他有答案给我，我会告诉他我为什么会变。反正我觉得他在14、15岁的时候有叛逆的时候。因为一件小事儿吧，就抄写，而且是很厚的几本儿。他爸爸不愿意写，这任务就交给哥哥了。完了，哥哥没办法，其实他也不愿意写，谁愿意写这么厚的本儿？他爸就说这个任务反正就是压给他，就是你写不写，你得给我写完得了。
写了以后完了挺生气的，第2天没上学，直接坐车离家出走。我和也走不了哪儿，只能是怎样了？我当时一看那个劲儿就挺崩溃那种。我说你想上哪妈陪你？他说我想上青岛。我说可以，待了1个星期，这事儿是吧结束了，就特别叛逆。霍尔哥跟我说，他说妈，我当时是很崩溃。我说你怎么这么想法呢？多大事儿你能这么想啊？你不合计合计你妈？他说的，当时妈我真的我就一点缝都没有了，一点缝都没有了。14岁1到100那时候，那时候他就不能100了，就90吧。他都这样生气了还90？就说我觉得他没，反正就那一个念头吧。后期就今天过了，就当时我们就解决了这个事儿吧，所以他也没痛苦，他也没痛苦。其实格格真的童年特别快乐。我觉得格格会怎么画？我认为他跟我画差不多，我俩也就是虽然吵，到心还在一起。这样的，我现在快乐值最高点是0到7岁，然后到了12岁就到了80分，因为我的学习就不是很好，一直到18岁考上大学。其实我真正的快乐应该是，都不太快乐。觉得非常非常幸福的一年，应该是我女儿4岁以后，就我自己的事业重新找回到了一个重心，然后自己的工作有了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一些方式，然后才觉得，好像有一些事情可以自己做决定，觉得自己更有用了，你的价值感更笃定一些，然后你可以去做家里的决定、父母的决定，那个时候我才好像觉得更快乐一点。那接下来如果要开始一场和妈妈的跨时空对话，你想好回到几岁的时候了吗？哥，没事没事。可能有点想回到12岁，因为我想回到我12岁的时候，我妈跟我年纪相当的那个年纪，就是也挺想问问她的35、6岁的时候，是不是也挺累的。妈妈你好，我是12岁的哥哥。12岁的哥哥。为什么从12岁开始说呢？因为在12岁之前，我觉得生活对我来说就是没什么变化。但12岁之后，那时候就觉得你好像咱们家的日子就开始没像原来在鱼楼，对，在鱼楼的时候那么的轻松自在。那个时候就觉得你累了，你就好像比小的时候更忙了点，在家里陪我的时间也变少了。然后那段时间家里面的生活状况，我长大了之后才意识到说，其实那个时候生活的不好。那个时候你的年龄跟我现在年纪差不多，也就是35、6岁，36、7岁开始吧。不是，将近40吧。搬到西龙台以后，我12岁的时候咱们搬到西龙台的嘛，对吧？你应该是37，是吗？然后呢，就到16、7岁，那时候我就开始叛逆。16、7还是14、5啊？反正我觉得他在14、15岁的时候有叛逆。14到16岁吧。对，这个阶段差不多。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大部分的叛逆不是因为你，你知道吗？我知道啊。我大部分的情绪来源于我爸。是。我爸他就是会用一种我特别听着不舒服的方式来贬低我。我那个时候很多的心理安慰啊，是来自于你。因为我爸每次说我不行的时候，你都会说我女儿是最棒的。所以我自己分析，其实我很多的坚强啊、勇敢，是因为你给予我了非常多的信心和勇气。所以其实这一句话支撑我走到今天，它给我非常非常多的力量。但是从来没有跟你聊过，就是你的很多期许会慢慢变成我一个负担，因为我特别希望在你眼里我是一个最乖最棒的那个孩子。我有很多年在你面前是装乖的，是怕伤害你。不想毁掉你心里的那个小孩。我觉得我妈是有一些期待在我身上，比如说去完成她没有完成的梦想，但是我妈得明白，这个没办法，没有那么容易。我知道，我每说一句话你都放在心上，我很当回事儿。是，为啥就说你乖乖女？所以这么多年，我觉得，那个期待在我心里是有很多压力在的，而且这种压力是无形之中，有的时候甚至会演变成，如果我自己做的不够好，我就会比较激进的逼自己做。比如说，你一直说你得自己有事业呀，你要自己有钱呐，你得在上海买房啊，你得自己说了算呀，让你自己独立嘛。对，这些都是一些你的期待，可是我很吃力。这些期待就会变成我每天鞭打我自己的理由，我就会变成一个每天都在逼自己的人。包括这2年我工作忙啊，你每次来上海，你都会说不要那么辛苦，你不要那么累。可是妈妈，你除了说不要这么累，你还说过另一句话，就是哥哥，你得独立呀，你还得自己赚钱。啥都没有用。可是这些话在我脑袋里就是打架的，不要辛苦，和自己要努力赚钱，这本来就是特别违背的事情。你觉得我能做到吗？我可以让你充成减负吧。我怎么减？我怎么减掉这个负担？我觉得你能怎么能？其实我一直不知道你是装傻还是真不知道。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减负吗？我可以放下这些东西，不这么累。你不是不知道我的不容易，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跟我老公出身。你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你总在我耳边说你得给买个房子。我们是不是真的不是不愿意买，我们只是没有那个条件。知道，我那时候就合计你结婚得有个安定的家，而且你已经怀孕有孩子，连个房子没有，妈会心疼。那你就说一句，闺女辛苦了吧，累了，好好吃饭就可以了。可是没有人给我情绪价值，甚至没有人跟我说一句你辛苦了。
那我说的有错吗？有错吗？我不知道是什么push我走到现在，就是让自己每天都活在一个就像齿轮里面的一环，自己转的时候转，自己不转的时候别人推着你转，就是不能全是跟你有关系，但是的确是因为希望活成你希望的那个孩子的样子。我特别害怕我女儿有一天会变成我这样的女儿，我不需要我的女儿那么好，她可以是一个不那么好的女儿。我其实想说的是，你的期待和你跟我爸的期待对我来说是动力也是压力，这是前面想说的话。后面想说的是变化。在我25岁之前，我觉得我的大部分的中心还是你和我爸。我有很长时间的愧疚感，就是如果不给你跟爸爸打电话，我就会觉得不孝顺。是一直到怀孕生孩子以后，这不讲到18岁吗？这个咱们这个不就讲到18岁这个时期？你听我讲行吗？还是你不想听？这个就他要求18岁就不要讲了。其实18岁之前你都知道嘛。对呀。你不想听听以后的事儿是吗？不要说了。可以展开说一说喽。来都来了，为啥要说呀？因为这件事情你想暴露吗？我 OK 的呀，有啥不能说的？因为我觉得这事一定要说出来。我想听你说真的。我就是在说真的啊，你觉得我说的是假的？你有的东西不会跟我说。没啥，我是变了，我不想当乖乖女了。你还记得有一次咱俩在车里面，我那时候怀着核桃，然后我从车顶上下来吗？啊，那是吵吵。对，你知道那天吵架，我特别想让你知道，你做错了。你这个性格就是这样，就是着火就着。OK， 好，完燃的就是没完，我就得退步。所以你到今天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我不会跟你吵的。不是，我问你，你有没有曾经有过任何时候觉得自己做错了？可能没有吧。我不想说了。你从来没有觉得过你的情绪？可能有时候我说话可能是会伤害到我的家庭吗？有过吗？有过，这个是有过。你分什么事儿吧？那你来说，什么时候你觉得伤害到我了？什么事儿啊？还是事儿吗？还是事儿啊？那你还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你错的，你都觉得你没错。因为你家婆婆的事儿吗？我妈妈觉得我不幸福，然后她会一直频繁的提醒我说你过得不好，你可不看不上你，她就没看上咱家，你可得自己争口气。然后我就很苦恼，我就说没有啊，他在骗你。就是，哎呀，很无奈，那怎么办？咱俩这个点一直在这儿，没有在别的地方，你不觉得吗？那你不觉得你跟我说这些话会伤害到我吗？
因为我婆婆不管错或没错，这些过失都不来源于我，跟你没关系。可是你一直要在我面前说这些事情，我该怎么办呢？我一直都问你，我说妈妈，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我得讲述他的原因吧。不是因为啥？不管你说什么原因，我需要他有解决的方法。我希望给一个公道的一个话。我能有什么公道的话？就是事儿。什么事儿？这事儿还要说吗？说呀。你想把这话都说出来吗？可以呀。为什么呀？因为我不知道啊。我跟你说，你也想找一个人说公道话，我也想啊。对呀，对呀，所以你不说出来，永远不知道这个事儿到底是谁的。对，我想跟你表达，你不愿意听啊。你可以说呀，什么事儿？我跟他见头一天，他就说了一句：“这一家人做主的是我儿子，你李家阁不好使，我没看好。”我当时很生气，第一回见面呢，这话能聊了吗？其实我嫁个闺女，她家老母亲这么样说话。我有一个问题，妈妈，我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吗？没有。可是被伤害的人是我。我妈就不想让我嫁，就直接说不同意，就哭，一哭二闹，他俩互相看不起。我妈和他妈拢共就见过3、4次，他俩都做了一些让对方不舒服的事情，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我跟我婆婆这么说过，我也不会为了你去说我妈什么，因为那是我妈。我以前觉得他们好的，他们会好啊，我捏合过的，后来发现不行，而且会越见面越有问题，那分开。我就希望他俩更好一点，我就会帮我妈说，其实我婆婆有好的地方，就不行了，疯了。每一次吵架都是这样的，对，你就向你婆婆说话呗，我该怎么办？我绕到了死胡同，你知道吗？如果是你的婆婆，跟你妈现在这么吵架，你想让他俩和好，你的中心思想是想让他俩好，那你到底是说你婆婆的问题，还是说你妈的问题？有没有人告诉我，给我一个标准答案？劝架到底我应该说谁错了？只要你不高兴，只要我们待的日子够长，你还是会拿出来这些事情，不断的、不间断的倒在我头上。所以我扛不住了，我不想再听这些事情了。两个人说话说到这种程度，其实我是很无助的。你想过我一回，不是2回，不是3回，妈妈，你想过我很无助吗？我不会觉得是为了我老公在拢着这个家。其实我婆婆那个人是真的没有那么的 over， 因为我就在场嘛，而且我婆婆是有声调很高，她的确会说出来那种，这个家还得我儿子说了算。但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我跟我婆婆一直相处是那种，她说，哎呀，那得听我儿子。我说你儿子要有用的话，就不用听我的了。然后我婆婆就问啊，其实我们俩一直相处是这样的方式。妈妈没有看到我跟我婆婆的相处模式，其实我的生活其实她并不太了解，她只看到她想看到那一面。我只是想过好我自己的日子，我没有办法。可是因为这些事情，我真的被伤害了非常非常多年。从你第一次见到她，我女儿现在8岁，这8年我真的。我很难，哪嘎伤着你了？你没有婆婆，你不知道是什么感觉。那是你的事儿，那就当是我的事儿吧。我们没有深入聊天，几乎都是我妈跟谁谁谁生气了，我劝。我妈其实是一个特别轴的人，她认准了事儿，你谁跟她说也没有用。你是我所有的情绪来源，妈妈。你听我说啊，我不想记得这些不好的事情。你不记，我心里在记着呀。但我的日子还过吗？谢谢你帮我记住这么多不好的事情，我还过吗？我已经
想再说这些事儿。我只是想开导你，我没有想要替谁说话，我只是希望你不要难过，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不开心。我没有想替谁说话。就这样相处吧，我们可以不沟通。就是我跟我老公无数次想过，要么就算了。可是我真的觉得孩子可怜。我想翻页了，我为了你翻页了。我不用你为了我翻页，我必须为你翻页。你把我伤得好难过。你说这事儿我不说不应该说吗？我就埋在心里吧。其实妈，我想跟你说的不是我婆婆的事情，是我们，因为你心里的这些不高兴，这么多年积压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不开心的事情，我们就是生分了。现在都过去了。你知道为了这么过去，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其实我最心疼你，所以这么多年，我就一直逼着自己变成齿轮，因为恐惧啊，希望活成你想让我活成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很累。但还好，挺过来了。Outside the rain is tapping on the leaves. To me it sounds like they're all falling. Quite lonely. Somewhere so吃饭呢？我拿一个，这还挺沉。对。你们几点回来的？我们刚回来呀。罗哥呢？他还没回来呀。哦，他还没回来。天哪！他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他拍的时候，我觉得他比我先回来的。完了，刚开始问他，他还没回来，不知道为啥。那我们等他吗？不等他。等他。等他干啥？饭菜都凉了，不用等。他说我们先吃，群里我看到了。为什么？不知道。但是我就问他大概多久，他也没。咱吃。他给他拿个碗给他盛点出来，给他盛一点。不用啊，不用，他吃不了多少。盛点出来。不用。你带到房间里去啊？你带到没事。不是，我跟你讲，为什么？这里万一有苍蝇，不卫生。我估计他待会儿，我问问他，我问问他。他爱吃辣的，给他再夹一块。够了。行，吃不了多少，再放在边上。好，咱们吃咱们的。啊。他在哪里拍？不到那什么地方，开车半小时。你没跟他去？我去了，我拍完了我就回来了。那地方很美，景特别漂亮。他就说还要一会儿，他不让咱等他。
他没跟我说啥，他就说没录完。他不要等我们了，他说你们先吃吧。你没觉得有啥奇怪的？我没觉得。有事吗？我真的很想暴饮暴食一下，求求你救个命吧！我也心疼他，我就是因为特别心疼他，我才会这么难受，你知道吗？那你为啥特别关心周边人的情绪？我不知道，我好讨厌我自己这样，因为我特别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的心。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爱说话吗？因为我怕不说话别人会难受。Hello， 你说是谁呀？宝贝，我在洗澡。你在洗澡呀？你想没想我？妈妈。宝贝。妈妈。对。唱一唱亮晶晶，满天都是好听，唱的好听。这，嗨，给你。哇，妈，人呢？圣一，哎，在吗？嗨，你回来啦？那，今晚咋了？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吃饭吃的还好吧？我们还好啊，你咋样？我看你这眼睛咋的可怜呢？我等看眼睛红，你咋了？没事儿，肯定有事儿。哎呀，反正没有，就是跟我妈下午聊的，哎呀，心累。坐一会儿啊。你们聊的是不是都挺好？也没有挺好，也跟我妈说了小时候我自己的心结，但是我妈她后来还跟我道歉了。哦，你咋样？我妈好像还是不大能听得进去我讲话。你坐会儿，你跟我说说，我觉得你需要有个人倾诉一下。没有，我还好。你刚刚去干嘛？我就是因为被踩了，然后就正好去拍了一下，好吃。然后我就熊了点蛋挞过来。你别老这样，你有什么你就说啊，你不要这样抱抱你。越是微笑着，心里面越是更不舒服。你别老说没事儿没事儿，真的。哎，真没事儿，没事儿。就是需要时间，我觉得。你需要有人说一下。其实我自己可以，就是，哎呀，真没事儿。没事儿，你说没关系，你不要。没事儿啊，我没事儿。我其实一直很想跟声音聊一聊，我想问问声音，就是我哭这件事情，会不会有可能是得到了共情的？你没事，你可以跟我讲。你妈跟你俩这2天就短暂的相处，我能感觉到，你俩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同频，而且她说她的，你说你的，是吧？对，火星撞地球。对，而且就是她是你妈妈。你不能够去顶撞他，对你听了他第1天的信，他就说你别给我整事儿，所以我就是哎。其实我特别希望我妈能听我的，听你说，然后能够理解你是吗？就是我都不用他理解我，他只要听我说就行。就是他，你跟他会完全在自己的那个情绪里面出不来。我很乱，因为我会被他的情绪，你会被带跑，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所以我其实一直在求救。那他最跟你核心的点在哪儿？不理解你的点？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觉得我跟小时候不一样，我妈一直觉得我跟他说话没有耐心。
对，说我不跟他沟通，但他也没有耐心跟你沟通。对，但他以前是这样的吗？不是，他以前会更多的情绪给到我，因为我现在不接着了，所以他会觉得无处安放这种情绪。以前会怎么接啊？我以前就是真的哄啊，你唠3、4个小时，成宿的陪他聊。我是这2年我有点，因为我真的自己情绪出现了一些问题。我妈感觉的说，我可能有一些逃避呀，有不跟他聊，是真的。我的确是有意的在逃避这个事儿，因为我受不了了。那你跟你妈说你要再跟我讲的话，我会情绪会崩溃。你也是，她也不接受。她也接受的，但是她有的时候控制不住。她也控制不住。对。而且她就会说，那我只有你一个女儿，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呢？你让我跟谁说呢？跟爸爸说呀。我爸情绪还不如他呢，就是他俩情绪没有，我爸情绪不如我妈稳定的。那以前你们家里面就是你总是承担这个角色，他们都要跟你讲，然后你要安抚他们。对。但是现在你没办法再安抚了，是这样吗？对。哇，你好可怜呢，你。就是这种，我就有点扛不住了。那怎么办呢？你好辛苦啊，你这样子不行啊。也许上这个节目会有答案吧。你如果让他感受到你其实在远离他，他的这种情绪会更大。要找到你们沟通的方式，就不能够完全是情绪化的倒苦水。对于你最亲的人，他只会站在你的角，哎，你被欺负了，你心疼。但是我觉得可以去跟他探讨一些你认为你妈妈能够解决的事情，一个都不能解决。我觉得我妈能把自己的情绪解决好，我就已经万事大吉了。你知道我现在会就是偶尔会跟她说累，然后呢，我妈就会跟我说，那就不要那么辛苦呀，你干嘛给自己弄累？我就觉得我没有获得情绪价值。你最好说累，然后说走，我们一起去吃一顿。啊，对，好像是可以，是可以。早上陪我去吃点好吃的之类的。对，然后说走，可以去按个摩啥的。对。这2天我就感觉不高兴。对，就你是有事儿的，但是呢，你就是要强颜欢笑，我也没有强颜欢笑，就是你是习惯性，就是习惯性的用这种方式来化解，你感觉好像能够解决，但其实并没有，问题还是存在。对，是的，逃避。对，我只是在逃避，问题还是在的。对，是的。你没事，你可以跟我讲，真的不能够把这些情绪中自己来消化，比如说自己一个人啊，或者就吃。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的方式，真的。啊！但是我跟你说，我舒服很多。我说给你拿点这个鲜花饼啊，谢谢。哎呀，这个是云南特色。对，咋了？没咋了，不要再说一遍了吧。我大概能 get 到，因为今天说你不在的时候，我就想说，没有，的确是拍东西了。你咋样？唠的。一顿哭，我来这节目没有一天没有，我们两个，我的天，没有一天没有。我一看他有鲜花饼，就是我有一个蛋挞，你有一个鲜花饼，哭不动了。你问问他啥时候回来？因为啥？你问吧，你这闺女你不问。我问他说一会儿回来，一会儿这几个一会儿了。应该回来。没回来。屋里没有，可能去不知道哪个地方。你等他吧，你回去等吧。哎，请问一下，哥哥在那屋啊？没看到啊？谢谢啊。我进来，你妈妈，我找哥哥呢，哥哥还没回来，哥哥在哪？你们知道吗？不知道。那应该回来了。说是回来，打电话他也不接。看见哥哥了吗？哦，没看着。都没看着。哎呀，别哭了，我们要坚强，我们一定能够走下去。就是我们明天一定不会哭的，我们保证明天先不哭。早点休息吧。但是谢谢你。没事，你随时跟我讲啊。我觉得人要有一个倾诉对象，不能够憋在心里。哥哥，哎呦，你妈妈打电话你也不接，我没听见。我们刚在里头聊天呢，那么晚了，我还能丢啊？那你早点睡，拜拜晚安，晚安，拜拜。
我的妈，上哪去？开车走了？没有，就在咱们采访那个附近。哎呀，我说你干打电话也不接，完我没听见，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你回来，还能丢，我还能上哪去？啊，我所以你情绪不好啊，我挺看的。姑娘们情绪都挺不好的，都挺不好的。我看那个程潇眼睛也肿的。啊？快洗澡，你快点洗脸吧。我洗澡。哎，你说他整这么多掐子，好几10根儿，哥。哎呦我妈，我这头发掐都烂着人了。哎呀，咋不洗澡呢？我头发没整下来。什么？头发它这里都乱套了。哪里乱套？这里。来，这玩意儿都得拿下来，我整不了。啥整不了？看看，我整半天，它已经卡住了，只能别人整。这就是个卡子。为什么？抽筋儿了吗？我给你搓一会儿。别太用力，太用力没用。对，作为父母来说，只要是孩子能成才，他要飞多远有多远都没问题。我们俩会照顾好我们自己。你吃点钙片啊，平时？我天天晚上吃。越重要的人越不想把一些不好的事情告诉他。这个我跟我妈妈性格很像。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是有问题，但也不视为一种相处模式，只是我们希望它更好。格局你太华丽了。这个还行吧，你再照照镜子，你再照照镜子看一眼。他经常会讲，他不希望给我添麻烦，我希望他可以能够试图的让我能够走近他，然后让他觉得我是被需要的，他也可以依靠我。出发啦！耶 ！Let's go！ 出门喽！你慢一点，油门不要按太猛，阿姨，慢一点。闪亮登场。哇，那真像电王妃的样子。哎呦，你这个头倒厉害的。完，我感觉头上有点像背着雷峰塔。哇！我天哪，太厉害的头了，很霸气。只有你有 Plan B， 我们没有。哎，黄圣依，我觉得特别绝，就你这一辈子到底有多少人想把你的方向盘？假定你撞得头破血流，你第一个会去找谁？我不知道。总问我什么呀？不是，你就要跟我较真儿。我不是跟你较真儿，我是希望你听到。我在听。哥，你上不上？我不。能不能配合我一下？我不要。我真的和你说声对不起，请你原谅妈妈。大家好，我是石宇，欢迎来到母女关系探索中心。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是回到小时候，我们给女儿妈妈设置了一个安全的情境，借助一些老物件，邀请女儿以小女孩的视角和妈妈进行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当女儿以孩童视角与当年的母亲展开心灵对谈，而不是以成年女儿的身份质问母亲当年对自己造成的创伤，会更有可能使母女卸下理性防御，有助于化解长久以来的心结，让母女关系得以修复或改善。我们很高兴地看到3组女儿最后都得到了母亲的拥抱或者致歉，可惜李嘉格与薄永霞是不欢而散的。薄永霞并不是真心想伤害自己的女儿，是她没有办法。每当女儿出现激烈情绪的时候，她不仅没有办法接住，还会被激发出很多负面的情绪。
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是霞姐的愤怒，但是愤怒背后恰恰是她内心最无助的地方。这让我们想到在第1期李嘉格写给妈妈的介绍信当中的一句话：女儿已经到了适婚年龄，但是妈妈似乎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从小年到大的女儿突然有了自己的生活，和妈妈有了距离，没有办法继续像小时候那样需要妈妈，和妈妈亲密无间，这样就导致了霞姐内心出现了极大的失衡，而她又没有办法找到解决这种失衡的有效办法，导致自己的情绪没有出口，于是她把恐惧用愤怒和攻击的方式表达出来。作为妈妈，大家都会竭尽全力地爱着孩子，但是妈妈们也很难去做到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情。也许每个人都要先去看见自己的创伤，去涵容自己的情绪，让我们更多的去完成自我觉察和成长，增加我们对情绪的容纳度。再来看黄圣依和妈妈邓老师，当女儿提及自己读书时一次被误解的创伤的经历的时候，那邓川里第一反应是去努力的回忆那件事情具体的一些细节。可是年代太过久远了，这位严谨的妈妈虽然记不太清楚了，也无法求证，但是看到了女儿的情绪以后，是选择立即道歉，有被温暖到。邓传礼在道歉的时候，其实他本是想说我可以向你道歉，但是立马就改为我应该向你道歉，仅一词之差。妈妈后面的这个说法更能打动女儿，而且是对关系更有利的。真诚的道歉，尤其是母亲对女儿道歉，都是促进母女关系非常好的途径。你太严厉了，你太恐怖了。我们看到庞敏比较严厉，女儿陈梦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并不能因此简单推导出严厉的父母一定能让子女发展得更好这样的观点。那陈梦的家庭是属于高要求高回应的类型，父母会对孩子提出比较高的要求，同时也会给孩子提供充足的情感支持和成长的托举。好的教育就像是有弹性的容器，只要我们及时发现问题，积极调整教育策略就是好的。比如庞敏会用现在的眼光反思自己当年教育方式上不够好的地方，可以立即向女儿诚恳地道歉。妈妈一定再不会像原先那样，妈妈爱你。我们再来看看程潇和梁爱群。这一期程潇勇敢地向梁爱群提出来关于父母离异的话题，母亲这次正面的回应，没有再选择逃避，这对母女关系来说又是一次推进母女关系里程碑式的事件。离婚事件本身会伴随创伤，闭口不谈呢，只是一剂止痛剂，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未处理的情绪也不会消失，只是被压抑下去了。那节目当中，梁爱群正面回应了程潇，这样在他们的家庭当中，离异这个家庭禁忌的话题就被彻底打破了。那些曾经被压抑的情感被看见了，这些尝试对于母女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不仅有可能修复母女关系，更是母亲和女儿双方自我疗愈的过程。是来电也是牵挂，用动感地带芒果卡，让惊喜在岁月里生花。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是女儿是妈妈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专家博主共同探讨原生母女代际关系。上微博搜索话题是女儿是妈妈，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和嘉宾旅途日记。上百度搜索是女儿是妈妈，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 YY 直播。